Domino Reduction 简称 DR，是近年来在最少步数界内流行的技巧。很多高手利用 DR 能够稳定的在30甚至是25步以下。不过免责声明，我对 Domino Reduction 很不熟，而且没有实际的成绩。这部影片是希望让有兴趣的人了解 DR 是什么，同时我附上一些资源，有概念以后呢，可以自己去学习。所以比较多的时候会在讲 what， 而不会提到太多的 how。那什么是 DR 呢？那它是指方块的一种状态。那在这种状态，面对前面的 EO 是好的，那面对右边看的 EO 也是好的。而所有的角块的色相 CO corner orientation 从上下来看是对的。那这样讲太抽象，我换一个方式讲。那假设我们一开始在截好的方块的白色面和黄色面呢，涂上一层积雪，表示这是北极、南极，所以横的这一圈呢，我们假设它是赤道。那如果今天这颗方块乱掉了以后呢，从正上方看都还是一片雪，只有黄色或者是白色。那从底部看呢，也是只有一片雪，那只有黄色或白色。那而且如果本来在赤道的那4颗边块呢，它们仍然在赤道，那而且从绿色面看过去的这2颗边块的这2个面呢，仍然是绿色或者是蓝色。那然后从这个红色面看过去的这个2颗边块的这2个面呢，是橘色或者是红色，以此类推。这就表示呢，这颗方块目前是在DR 的状态，那长得呢跟这个2×3×3呢类似，只不过它是没有赤道的部分。那因为这个2×2×3呢叫做 Domino Cube， 那所以 DR 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把这一颗3×3方块降阶 reduced 成 domino， 也和这个这种2×3×3的方块一样。那除了上层、下层是可以转90度以外呢，其他4个方向L2、R2、F2 或者是 B2 呢，一定要转180度才会持续的在 DR 的状态里面。我这边虽然是用白色、黄色当做南北极来举例，其实用其他面也是一模一样的意思。例如这颗方块呢，其实它也是 DR， 只不过是在蓝、绿轴上面的 DR。那就是这边都是蓝绿色，这边也是蓝绿色。然后4颗没有蓝绿色的边块呢，其实它们都是待在赤道这个横的这一圈上面，而且呢，它们的EO 是对的。不过为了之后解释方便啦，那没有提到的话，我都假设南北极是黄白色。另一个重要的是，目前谈到 DR 状态的时候呢，说的都是色相、色系，也就是白色和黄色等价，然后呢，这个绿色跟蓝色等价，橘色跟红色等价这样子。所以这颗呢是在 DR 的状态，那这也是 DR。那当然不用说，一颗截好的方块呢，它也是在 DR 的状态。在 FNC 里用 DR 解的意思是呢，先把方块变成 DR 的状态，然后再继续往下解。所以这个就如同有些人会先组出2×2×2的 block， 然后在不破坏 block 的情况下呢去解，或者是有些人会先起手把12颗边块的 EO 就先解好，然后在不破坏 EO 的状态之下呢继续解。用 DR 这个其实意思就是把方块变成 DR 状态以后呢，不破坏这个 DR 状态，只用 L2、R2、F2、B2 和 U 跟 D 把方块解完，或者是弄出 skeleton 骨架。所以整个流程呢会分成2大部分，怎么从题目变成 DR 状态，以及变成 DR 状态以后呢该怎么解完。那我先讲个大概，再讲细节。首先怎么变成 DR， 那目前人类的技巧要从任何的打乱用最少的步数，从题目直接变成 DR 状态呢，其实是有困难的。
那所以大部分的人呢，会先从解好某一轴的 EO 来做起手。那之前说过 DR 就是2轴的 EO 加上上下轴的 CO， 那所以只要其中一轴的 EO 解好了以后呢，就会轻松一点。之后只要边块的位置对了，另外一轴的 EO 呢也会自动变好。不过即使如此，要从 EO 的状态变成 DR，可能没有那么直觉，因为要同时解决另外一轴的边块面向以及上下的角落色相，所以在 DR 之前呢，又有另外一个 DR Trigger 的概念。DR Trigger 其实就是倒着走迷宫，就如同大部分的 F2L 是变成基本型的以后呢，就会变得很容易插入。那 DR Trigger 呢，就是 DR 的基本型，也就是即将变成 DR 状态之前的灯塔。例如从非 DR 的状态变成 DR 状态的那一瞬间，一定是某个侧面它转了90度。那我们现在假设是右边好了，也就是最后这一步呢，修好了往侧面看的 EO。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就是2个原本属于赤道的这个边块呢，把它放在南北极，那然后原本2个属于南北极的这个边块呢，把它们这样子放在赤道，那而且这右边侧边的这4个角块，它们的黄色或者是白色是面向自己，或者是往外射出去，那而不是射向侧边右边的话呢，那这时候把这一面转个90度，就可以同时把这8块4个边块4个角块呢，从错误变成正确，回归 DR 的状态。那以这个红橘前后这个 EO 已经解好的方块呢，作为这个例子，从 DR 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它有4个放错的边块，就是这个，它们应该是在赤道，那然后还有这个，这2颗呢，它们是原本应该要在南北极的。那然后还有4个面向错误的角块，就是这个，它们不是黄色白色，然后就是这2个，它们也不是黄色白色。那所以我现在呢，可以想办法把它们聚集在右侧或者是左侧，像这样子。那这个形态呢，我们就称作 DR Trigger， 因为只差临门一脚，扣个扳机就可以完成 DR。那 DR Trigger 呢，就是前往 DR 的状态这路途上的灯塔，让你的旅程有个方向。变成 DR 状态以后呢，接下来有很多的可能方法继续把这个方块解完。那概念上呢，是把越多的边块和角块解完，那或者是尝试去越靠近这个解完的这个长相。那例如说在这个例子，我想再多转个几步。那因为不想要破坏 DR， 所以这时候我除了上层跟下层以外呢，其他4层每一层都要一次转这个180度这样。那我现在例如说我这样子转。转完以后呢，整颗方块变得更好看了。那而且在一个 D2 以后呢，8个角块其实都解好，在这个对的位置了。那剩下一些边块呢还没有解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骨架。那我们可以用 commutator 或者是其他的公式，在骨架的中段呢就去调换还没有解好的边块，不需要在最后在这里在尾巴继续解。这个就是 DR 的大致流程。其实解释到这边就可以看出，刚入门 DR 的一些门槛。那第一个是这个方块5颜6色。那但是前半段如果只想要变成 DR 状态，而先不管后面的话呢，只要注意那个颜色的色系和色相就好。那5颜6色呢，反而会让人家分析。例如这颗DR 状态的方块，这个边块的这一面啊，它是黄色还是白色不重要，它只要是黄白其中之一就可以。
那这个边块的这一面呢是绿色还是蓝色呢？也不重要，只要它不是白色或者是黄色就可以了。甚至这个角块的这两面啊，它是什么其实不重要。那它可以长得像是这样，也可以长得像是这样。那只要这一面呢是黄色或者是白色就好。那也就是说，在 EO 解好前往 DR 状态的旅途中间呢，边块它只有分来源，看看是从赤道来的，还是从这个南北极来的。那角块的话，只在意方向，看它的雪地呢是朝上，然后还是朝自己呢，还是朝侧边这样。那所以呢，要自己带滤镜，也就是前面我所提到的同色系呢是等价的。为了之后的解释方便，我有时候呢会拿这种方块。那这颗方块除了中心块不变以外呢，同色系的都被我换成是同一个颜色了。第二个门槛呢是怎么把方块从 EO 前进到 DR 的 trigger。那前面有提到什么4颗错的边块啊，4颗错的角块。那我们看错的这几块，这3块啊，它其实像是一条，那也就是说有一个赤道的边块，然后它接着2个北极跟南极色这样子射出去的感觉。那下面这边呢，其实也是一条，也是一样赤道边块，然后白色射出去这样。然后这2条夹起来的，在这个赤道的这个边块呢，它其实是属于南北极的，它是白色或者是黄色边块这样子。前面有说这样子的形态呢，我们只要转个 R， 那它就可以接好 DR。那所以刚刚这个 trigger 呢，它有4个错的边跟4个错的角，那所以我们叫它 4C4E trigger。如果一颗方块长像这样子，那就是这边这个上面这边有2颗错的边块，所以相对应的来说，在赤道呢，我也会有2颗错的边块，那所以总共是有4颗错的。然后接下来这3个角块和这1个角块，总共4个角块呢，也是错的，所以跟刚刚一样，也是4颗角块、4颗边块是错的。那所以我现在就是想办法把错的4个边块、4个角块呢凑起来。那例如说可能是这边已经有所谓的一个半条，就是这个是错的边，然后错的角射出去。那这个原来呢，这个是对的，所以这边是有一个半条这样子。那然后我可以在这边呢，这个 F2 去把半条的另外一个角块呢，把它接起来，所以这边就真的是变成完整的一条。那同时间呢，就是在赤道的这2个错的边块也是属于南北极的有雪地的边块，它现在刚好也在同样的一个侧边的，它在同一侧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剩下的这边也有一个半条，那这半条呢，刚好可以跟这个错的角块把它接起来，然后接起来以后，最后 U 放到这个上面呢，就变成了4C 的 trigger。那我们可以就是 R 或者是 R prime 就把它解决了。那这边有2个陷阱哈。第一个陷阱在刚刚的例子，如果我不是那样子做，我想换个方式做，把这边的这个半条呢，跟这个角块把它接起来，我可能可以做这样子 U。然后 L prime 藏起来以后 U prime L 以后呢，你看这边就是的确接起来一条了。那但是如果你重新再看整颗方块的话，你会发现错的角块这边现在总共有1、2、3、4，然后5、6，有就是变成不是4颗角块错，现在变得有非常多的角块，6颗角块是错的了。那这是因为在刚刚的这个状况呢，我们 U 做了 L prime 以后呢，其实就把这个比如说这边是原本是坏的角块变成好的角块，那但是这边原本是好的角块呢，就变成坏的了。
那就是如果 L 跟 R 我们只转90度的话呢，坏边坏角的数目有可能会改变，那但也有可能不会变。那如果去做 L2 180度或者是 R2 180度的话呢，则是一定不会改变。所以前往 trigger 的路上要注意，就是如果你做了 L 跟 R 只转90度的话呢，要注意看看坏边坏角的数目它是不是有被改变掉。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利用这样的性质，就是一开始坏角块坏边块的个数如果不是4颗的话呢，那可能可以试着用 L 那或者是 R 来尝试的调整。那不过这边呢就有第2个陷阱了。那这个例子的话呢，在赤道这边我们发现只有1颗错的边块，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南北极也一定就只有1颗错的边块，所以这边1+1有2个错的。然后角块的话呢是这1、2、3，然后4个错的角块，所以是4C21。那我要马上现在就转 R'， 让它变成就是41，然后4C 的例子吗？不一定哦。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形态，这个4C21的情况呢可以这样子。你现在看到的这个4C21的形式呢，其实够简单，它就是长这样子，就是说这边是有1条，那然后前後躺着1条，然后这边竖起来3片雪这样子。那只要是这样的情况呢，它可以马上就是 R、U2、R' 或者是 R， 那3步去解好 DR。所以刚刚这样子，这个也是一个 trigger。而且这个 trigger 呢，它是只有2个边块是错的，然后4个角块是错的情况，4C21的情况。也就是倒着走迷宫的时候呢，我再更倒退多一点，盖更多的灯塔。那我不一定一开始就要把情况变成4C41，我也可以就是当情况是4C21的时候呢，我走到4C21的 trigger。那我也可以让情况变成是4C21，然后再让它走到这个4C21的 trigger， 然后最后呢，再3步把它解成 DR。最简单的 trigger 除了有这种4C41的以外呢，还有这种4C21的情况。同样4C21的状况，但是是另一种解法。还有3C21，还有另外一种3C21的状况。那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再稍微更复杂一点的这个 trigger 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在DR 这个终点前面呢，盖很多的灯塔，很多的 trigger。但是到底要往哪一个 trigger 走，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你以为走法师路线升级会比较好，但是说不定走战士的天赋呢比较快。就算把方块变成 DR 状态，接下来要怎么结束它也是另外一个门槛。那我有限的知识大概知道有3种手段，但是经验太少，所以无法给评论。第一种手段是继续解好角块，剩下一些没有解好的边呢，我们就留待插入。例如说像这个样子。那可以看到这边角落解好了，那剩下有一些边块可以用骨架插入法。第2种手段呢是再把方块再变成另外一种状态，叫做 HTR， 也就是影片一开始的例子。那这种状态呢是假设方块它只能转动180度转半圈，那所转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可以试验一下，就是说这样子的方块呢，从哪一面看过去，那它的色系都会是同一个色系。那但是不止如此，现在呢，角块是哪一个颜色就变得非常重要。那不能有任何一面呢，恰巧是有3个角块颜色一样。例如说，我现在做一个 unper， 那
在这边的话，我们不能有奇数次的脚快两两交换，也就是 parity。那可以看到这边这3个都是绿色，剩下这个是蓝色。那所以这个状态之下呢，是没有办法直转180度转半圈转出来。那如果一个方块在 HTR 的状态之下呢，那它变得很好看，有可能你多转几次半圈以后呢，就可以直接把方块截好。那也有可能就是留下一些边块，留待之后呢去做骨架插入。那因为这个定义，所以要做 HTR 的时候呢，可以是在这个DR 这边做好以后，把南北极放在左右两边。然后随便找一面当做新的南北极，再从这边解一次 DR。在这边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这时候的限制呢，除了这边左右这2层是可以转90度以外，剩下都要转180度才可以。但是就算这样子解出 DR 以后呢，有可能因为解出来的角块 parity 呢是奇数，就像刚刚那样看到，可能是有3个颜色是一样的，所以仍然不是 HTR。第3个手段呢，是尽量有效率的做 block building， 让没有截好的边块角块呢越少越好，最后做骨架插入。无论是哪一种手段呢，理论上都不会破坏 DR。那这时候直到建立好骨架之前呢，能转的步骤除了 U 和 D 层以外，其他的一定都要转180度 L2、R2、F2 跟 B2。那这种限制呢是平常速解不会练习到的，所以虽然进入 DR 状态会让方块变得好看，那但是相对来说一些状况可能刚开始会不适应，会觉得怎么那么多限制，或者是会不小心画了很多的步骤。以上的东西其实全部都在一篇Abdominal Reduction Guide 的 PDF 里面全部都有提到，由 Alexandros 跟 Tommaso 所著作。那我前面讲的呢只是皮毛，而不是全部。此外呢，有更多的教学和资源。DR 是近几年被证明很有用的技术，所以有越来越多人去研究和讨论。那现在应该是进入青壮年，已经成熟，但是大家也还在进步，所以应该要好好利用这些资源。我会把我接下来讲的那些资源的连结呢，也都放在影片的资讯栏。第一个要看的就是刚刚说的 Alexandros 跟 Tommaso 所做的 Abdominal Reduction Guide。深入浅出，把整个流程呢都介绍得很清楚。接下来有一些细节的知识、高手的范例和好用的工具，很多都被收集在这2个地方。如果只吸收没有互动的话，那遇到问题可能会卡关，这时候社群就很重要。我知道有2个地方可以讨论，一个是 Speed Solving Forum 的讨论串，另一个就是 Facebook 的社团 Fewest Moves。那里面呢，不但高手如云，而且每个礼拜都有比赛，那有很多的范例解法。不过当你自己产生打乱练习的时候，没有高手在一旁跟你一起做，要怎么知道自己做的好不好呢？有一个电脑程式叫做 Nisi， 它可以帮你暴力搜寻，从找出 EO 啦，找出 DR 啦，到截角落，到 HTR， 只差没有帮你去插入骨架。那这个作者呢，他是 FMC 的大佬，目前单次世界第一16步，只能说实在是太神了。不过要跑这个程式可能要稍微有点电脑概念，而且我不确定是不是能够在微软的 Windows 上面能不能跑。那除此之外，因为它是暴力搜寻，所以有时候找出来的 DR 会有一点通灵，会在很神秘的时刻做个 R 转L 转之类的，所以斟酌一下。那说到骨架插入，有一个线上的网站呢，可以让你输入骨架以后呢，帮你搜寻出插入的方法。那甚至还有分公式的种类，你可以选择各种很偏门的公式，那但是也可以就是选择一些比较常见在个人能力范围内的这个公式。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 IF Insertion Finder。接下来讲一些比较细节的资源。DR 状态做好后呢，要怎么去处理角块，其实一直都是新手头痛的问题。很多的高手的经验谈都是丢。如果 DR 出来的角落组合很棘手的话呢，那就是换其他的 DR 解法，换其他的 EO 来去起手。
但是这边有个问题是说，你要怎么去辨认这些棘手的状况呢？就是你要至少需要先知道解角落要怎么解。那这些解角落的公式呢，就在刚刚说的 Cuban Link 的这个书签里面。那然而有另外一位高手 Rodney Kinney，他发明了另外一个策略，他称作叫做 Hyper Parity， 把角落的各个形态啊汇整后内化。它不但能够判断某种角落组合好不好做，那碰到棘手的组合的时候呢，它也提供了一些心法、规则，教你尽量同时把角块和边块来去接好。不过很可惜，我还没有去深入研究，但是这个应该是蛮有用的。那最后Domino Reduction 呢，理论上除了一定要了解 EO 以外呢，应该是不太需要其他的前置知识。那但是实务上，我自己觉得有3个学的话呢，会如虎添翼。那一个是 NIS， 正逆打乱交换；那另一个是 Commutator， 交换子；那最后呢是 Skeleton Insertion， 插入骨架法。那第一个前面就是已经说过，就是就算已经成功变成 DR 状态以后呢，那有一些的组合其实之后要继续下去解完会有点棘手。其实就跟 block building 一样，不同的组法的时候，有时候运气就是比较好，有时候运气就比较差。那 NIS 这个正逆打乱交换呢，能够让选择变得更多，更可能赛到好的组合。那所以这当然就是无论要不要用 DR， 这个都很适用。第二commutator 是因为有可能最后的结尾会剩下几块没有解，那没有解掉的有可能不会在同一层，也就是不能用 PLL 来解掉。那不过或许硬被调换一些角块边块的公式呢，也是另外一种方法。最后呢是 skeleton insertion， 插入骨架法。那这个能够让你不用真的一次把方块解完，可以留下来个几块在各个击破。不过如果你不用插入的，而是硬去用 setup 加 commutator 的话，也不是解不出来，只不过这样应该会花比较多步。那前面提到的这3-4项呢，鄙人有拍一些影片，尝试以比较入门的角度来去解说。如果不嫌弃的话呢，可以参考一下。那最后的最后，当然不能不提到前面提到的世界第一 Sebastiano 所写的 Fewest Moves Tutorial 了。那我个人觉得这已经是经典教科书，广度深度兼具。虽然不是专门讲 Domino Reduction， 但是反过来 DR 也不是 FMC 唯一的方法。有些像是前面说的是一种辅助剂，那有一些呢则是不同的武器、不同的技巧。总之还蛮值得一看的。接下来是一些废话，是没经验没时机的我个人的感想和偏见，蛮有可能是错的。我自己断断续续练习 DR 大概几个月，除了学一些知识、看一些高手的范例解法以外呢，slow solve 的练习量还不够多，可能才20-30个打乱而已。和模拟比赛还没有在1个小时以内呢做出 sub-30的成绩过，其实学的还蛮挣扎的。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可能花超过半个小时才找到2个 DR，就算到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除了练习量不够以外，我自己挣扎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没有天分，对于方块跟颜色的敏感度，对于形态辨认的这个敏感度呢还不够。不过到底 DR 要学多久呢？我办了投票问大家，大概学了多久以后，会有信心用在这个比赛上面。那回答的人不多，样本少，那其实这也取决于个人多专心在 DR 上面。不过大概一半的人呢，就说在3个月内，那有蛮多的人说就是在6个月以后呢，都会有信心。然而也是有一些人说至少是1年这样子。我自己学的时候，觉得 DR 的学习曲线呢比较陡峭。那我审视我自己的学习历程呢，觉得有2个原因：不直觉和不熟练。不直觉的意思是说，和 block building 相比，block building 呢是一颗一颗的接好，而且要同时追踪的边角呢可以不用那么多，2-3颗就好。
然而 DR 比较抽象，刚开始注重的呢是色相 orientation， 而不是真正解到那个位置上面，所以有可能花了11、2步还没有什么边块角块是对的这样子。然而一旦前置作业做好了以后，就很有爆发力，一下子莫名其妙的就把这个骨架做好了，甚至就直接整颗解完。DR 有很多知识跟概念和速解用到的不一样，而要辨认的模式呢稍微比较复杂，要追踪的边角呢也有点多，解法转动的步骤上面呢也受到一些限制。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新的观念，没有学习过的技巧这样子。那我自己觉得是，就像从 LBL 进阶到 F2L 一样，那有些概念通用，但有些东西呢要从头学，而且需要刻意练习。那就像刚开始切到 F2L 还不熟练，时间大概也会变慢，一样道理。刚开始学 DR 的时候，成绩大概也不会太好。那对我自己来说，要撑过这种没成就感的时期呢，是一种挑战。而这个挑战我现在还在持续着。前面说到就是 FMC 呢是部分取决于运气，那也因此其实也取决于效率。单独一张彩券的话是几率，那但是如果你很有钱，能够买很多彩券的话呢，那里面有一张中奖的机会就会变高。那 FMC 正式比赛只有1个小时，那时间是有限的资源，那所以要么就是买几张中奖几率高的，那要么就是你能够很便宜的买非常多张。要有能力买很多张的话呢，其实就是实验每一种选择的时候呢，不能花太多的时间。FMC 或许不是 speed cubing， 那但是最后终究还是比熟练比速度这样。最近有个跟方块的迷因是要在比赛中转出来才有用。虽然我觉得大家到最后也都有点当玩笑话，那但我个人觉得 FMC 还真的要在1个小时以内解完的成绩才算数。平常 slow solve 不限时间呢研究呢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不限时的话，套句 data science 的名言就是只要你折磨打乱够久，那他就会认罪。那这也是我目前所碰到的问题。废话说太多了，总之想做这个影片呢，是因为网络上似乎没有很多 DR 中文的资源，那也刚好知道有一些人对 DR 有兴趣了，那我也就是正在学，那所以希望抛砖引玉，也就是有一起讨论。那我先尽量把我所知的这些丁点的知识呢分享出来，希望有机会呢能有更多的人一起切磋。